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怡姐的频道。新加坡的房价过去几年一直在稳步上涨，但眼下的市场里似乎正发生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。很多人好奇，2025年的新加坡房子还值得买吗？今天的视频我们会分成3个部分，为您逐一拆解新加坡房产市场的现状、政策干预与投资价值。第一章，市场现状与关键数据，让我们先搞清楚2025年新加坡房产市场现在的基本情况怎么样。这一章我会带你看房价的走势、供需动态，还有大家关心的贷款成本。每一个数据都告诉我们市场背后的故事。1、房价与增长趋势，平稳还是见顶？首先，我们来看房价。2025年，新加坡房价的增长明显放缓。根据最新数据，2025年第2季度私宅的价格环比增长0.5%，这是最近3季以来的最低增速。全年预计涨幅将在3%到7%之间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其实，对比2021年和2022年超过10%的年涨幅，现在的确是进入了一个温冷状态。但即便如此，核心区域的房子，比如著名的滨海湾或者乌节路周边的新盘，价格依然强劲。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核心区的土地供应有限，长期稀缺性还是有支撑力。私宅之外，我们也不能忽略 HDB 组屋市场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1季度组屋的转售增长只有1.6%，这是近年来的增速放缓信号。然而，组屋的均价依然在61.2万新元上下，这相当于私宅价格的1/3。毕竟这是新加坡80%人口的住处，也被外界评为全亚太最具可负担性的住房选择。2、供需动态，供应升级，需求分化。接着，我们再看供需关系。2025年新加坡房市的一个大变化就是供应猛增的现象。今年的新增私宅供应大约是12000到14000套，是2024年的2倍，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小爆发。政府也计划在2025到2027年期间推出5万套组屋供应，分布在新城，比如登嘉、石龙岗北和滨海南。特别是像登嘉新镇，这可是一个主打生态智能的新区域，政府注入了大量的开发资源，它的楼盘价格比周边的私宅要低20%到30%，对刚需买家来说非常有吸引力。而在需求端却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分化。受到政府政策影响，外国买家几乎退出新加坡市场。截至2025年 Q2， 外国人购房仅占1.3%，相比2019年的8%占比，下降幅度可以说是惊人的。这也意味着新加坡的购房需求现在基本是本地人在撑着，尤其是刚需购房者。3、贷款成本，利率与通胀的纠葛，最后一个关键指标是利率。现在的情况如何？2025年的房贷利率在2.5%到2.75%之间，这比2023年的4%已经低了许多，更别提美国还在维持6.5%的高利率水平了。对新加坡的购房者来说，这种低利率其实是个强心针。不过，一旦通胀出现反弹，这个强心针可能会提前失效，所以风险是存在的。第2章，政策与市场干预。新加坡的房产市场历来以政府干预灵活著称，尤其是面对过热或不稳定的时候。这一章我们主要说说2大政策：降温政策和土地规划计划。1、降温政策，房市刹车的艺术。2025年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 ABSD Line 买家印花税政策的分级化收紧。简单来说，外国人在新加坡购房的税率已经高达60%，也就是说，一栋100万新元的房子，你得先缴60万新元的税，这等于是直接把很多外国买家挡在了门外。而本地居民和永久居民，虽然 ABSD 也提高了，但20%的额度相比起外国人算是非常友好了。除此之外，政府还强化了组屋优先政策，通过严格的建造预购系统，让组屋对本地家庭始终保持可负担性。从政策的角度看，这无疑是鼓励以居住为主的购房需求，投资者需要谨慎思考应对策略。2、区域发展，
价值洼地的崛起，另一个重要的干预是土地规划。2025年，核心区稀缺住宅用地依然紧张，而郊区却在迎来新城时代。比如，政府推出了登嘉新城和即将扩展的滨海南规划区，这些区域不仅享有未来线路便利，还带有智能化设施，对年轻家庭和首次买家来说，性价比非常高。新加坡未来的购房机会，看懂土地规划是关键。区域布局调整将直接决定资产的升值潜力。第3章，投资价值与风险分析。那么，2025年到底哪些是房产市场中的赢家区域？又有哪些风险我们需要警惕呢？1、核心投资机会，祖屋、EC 和核心区私宅。第一，祖屋市场的稳定性高，适合刚需，尤其是首次购房的本地人。第二，EC 执行共管公寓，这是新加坡特有的产品，价格比私宅便宜很多，同时还有升值空间。第三，核心区豪宅是抗通胀资产，这些项目往往具备强抗跌性，即便市场冷清，价格也能站得住脚。2、风险警告，供应过剩，经济压力不可忽视，供应大增可能挤压郊区房价，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也将持续影响购房信心，特别是外国投资需求的下降。总之，怡姐这边给到的购买建议就是根据您的购房身份，选择不同的类型。如果您是刚需买家，选择祖屋或 EC 是性价比最高的选项。如果您是投资型买家，核心区豪宅仍是长期稳健之选。想知道更多区域详细投资分析，别忘了点赞视频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评论告诉我，你最想了解哪个区域？我们下期带来更多干货，我们下期见。